我是婆娑族最后一个神女。千年前，婆娑族已深信天地，这才有了三界的百世安宁。千年后，帝尊的小徒弟看着婆娑地界，满目欢喜。师傅，这婆娑地界徒儿好生喜欢，您给徒儿在这里建个行宫吧。帝尊满脸宠溺，谈笑间焚掉了整个婆娑地界。他说我幼弟是畜生，不仅杀了他，还问我能奈他何？能奈他何？我看向婆娑河，他们不知，这婆娑河真正镇压的从来不是魔族，而是我滂沱的术法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也不知道谁传出去的，婆娑紫嫣不是妖婆，是这个世界上顶良善的人，濒死投奔他的人，他都会给个活路。我看着婆娑熙熙攘攘的人，陷入了沉思。这年头，人都不怕妖怪了吗？我嘴里叼着根狗尾巴草，想让大胖去吓吓这群人。我不习惯这么热闹，一扭头，却见大胖正撅着屁股，哼哧哼哧的在拔着我的彼岸花，背后蒲扇大的尾巴一甩一甩的，这是在犁地。我气势汹汹地走到大胖面前。大胖，你好歹是上古神兽，你是麒麟啊，你不是牛，你怎么能犁地？可我还没开口，就见到一群小萝卜丁跟在大胖屁股后边拍着手，一脸的恭维。大胖神君好厉害。对啊对啊，大胖神君一吸就能干我们普通人1年的活计，当真是这个世界上顶厉害的神君。大胖一听，哼哧哼哧的更卖力了。我摇摇头，我的彼岸花没救了。我垂头丧气回了婆娑小屋，却见一群人正站在我家门口。我心下一惊，干嘛？莫不是占了我的地，喝了我的水，用了我的大胖还不够，竟是连我的家都想占了？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啊！我刚想跟他们商量商量，能不能给我留一间卧室，却见他们乌泱泱的跪倒一片，年迈的跪在我脚边。婆娑仙子，谢谢您肯收留我们，给我们一片安身立命之所。人间已成炼狱，唯余婆娑净土，大恩不言谢。我缩着肩膀走了，肉麻，当真肉麻，一时竟让我不知怎么应对。刚才他们说甚来着？哦对，说天与地间所有的光都被司尘仙子送给他师父清渊帝尊了，被做成了一件披风来彰显师徒情深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去寻一趟帝尊的好，把他那件披风要回来。倒不是我心肠有多好，主要是这么多人都住婆娑也不是个办法，还是安静点好。我躺在浴室床上，听着屋外人声鼎沸，越想越觉得不能再坐以待毙下去，再拖个2、3日，恐怕我这小屋也保不住了。我急忙套了个披风，想唤大胖跟我上天，结果刚到彼岸园，就看到大胖正咧着嘴傻笑，圆滚滚的脸上满是自得。罢了罢了，我自个儿去吧。千年前，我婆娑一族为了镇压魔界，所有大能皆散尽修为，跳了婆娑河，这才换了仙界的千年安宁。我是婆娑族唯一遗孤，想来这点要求，帝尊应当不会拒绝我。我到天上没见到帝尊，倒见到了李氏的元起天尊。他听我言明来意后，一脸的嗤之以鼻，不过是卑贱的人族罢了，你看他们不顺眼，杀了就是。那件光衣是司尘的心血。提到司尘，元起满目温柔。司尘是光之神，他愿意把光给谁就给谁。那群卑贱的凡人，别不识好歹。而且司尘如此情深意重，他们当真不敢动吗？停停停！我打断他的慷慨激昂。光之神是司光的，负责区分昼夜的，他只是管理光，并不能独占光。光是这个三界万千生灵的。而且你说的那群卑贱的人，他们现在因为司尘活都活不下去了，你还得让他们被司尘的深情感动，你不觉得太强人所难了吗？我把元起说得满目通红，最后他辩不过我，我反倒结结实实地挨了他一掌。元起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蝼蚁一样，看在你死去的族人面子上，我今日饶你一命，若你再敢诋毁司尘，我必让你神形俱灭。我爬起来，擦了擦嘴角的血，没出息地走了。没办法，我打不过他。我心里琢磨着，
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吵点就吵点吧，总比没命了强。我可真怂啊！可当我回了婆娑，却见到本来欣欣向荣的婆娑，滔天的业火正燃烧着。我发疯地冲到火里，大胖呢？我的大胖呢？他虽然是麒麟，但是最怕火了。当初他麒麟一族为了帮帝尊抵御魔族，以身体为屏障，才硬生生地挡住了魔族的业火。自此，他的族人也都陨落了，只剩他一个幼崽。婆娑族只剩我一个孤女，我们两个在这空荡荡的三界里相依为命。我翻过一具一具焦尸，终于看到了死在婆娑河边的大胖，他的身子被划得稀巴烂，爪子里还握着上次他生成我送他的彼岸花环。我又哭又笑，这个大胖真臭屁，嘴上嫌弃的要死，说这等花里胡哨的玩意儿配不上他这种威猛的神兽。可我暗地里却见他偷偷带过好几次，对着婆娑河水照来照去，笑得跟个傻子一样。我把大胖的头抱起来，已经凉透了。是谁？大胖一族于这世间有大恩，是谁？谁敢伤他？我的眼里流出了血泪。有个身子跌跌撞撞地扑进了我怀里。他说了什么？我听得不真切，但也听了个大概。他说，帝尊跟司晨仙子路过此处的时候，司晨现在说了一句，这地界好宽敞，如果能修建成行宫，时时来玩就好了。师傅，您送给徒儿吧。帝尊满脸的宠溺，这有何难？谈笑间便降下了滔天的业火。大胖哥哥想去阻拦，却被人一脚踹到了地上。大胖哥哥爬起来还想去，他说这是和紫嫣姐姐的家，不能被人占了去。帝尊骂大胖哥哥是个畜生，不知道让这司晨仙子，让天兵吊着大胖哥哥的命，把大胖哥哥的身子砍了个稀巴烂。紫嫣姐姐，大胖哥哥是活活被疼死的啊！我抱着大胖硕大的脑袋，想把他脸上的血擦干净，不知怎么地，却越擦越多。这天地间终究只剩我一个人。我看着婆娑河，河水滚了又滚。我突然想起阿娘陨落前火瞳族内所有的大能，生生地抽出了我近乎所有的法力，我疼得直流泪。阿娘摸着我的脸，紫嫣，今日我族人已深镇婆娑，自此三界都会感念我婆娑族大恩，你自可天地任逍遥。这术法太强了，于三界而言是个隐患，阿娘不能留下这个隐患。紫嫣，同麒麟蛋好好生活下去，清渊帝尊人善，必会好好对你的。我跳入婆娑河中，河水漫过我全身。阿娘，你错了，我今日便要拿回我所有的法力，杀上九重天去，为大胖，为这世间所有的生灵讨回个公道。就在我即将到阵眼的时候，一股强大的术法生生地将我推远了3丈有余。我好半天才缓过来，阿娘的虚影在空中显现。紫嫣，一别千年，竟已长得这般大了。我鼻子一酸，这是1000年来我第一次见到阿娘。我急切地开口，阿娘，我要拿回我的术法。婆娑被毁了，大胖也死了。等我将这些时日发生的事情讲与阿娘听后，阿娘先是重重地叹了口气，随后又对我摇了摇头。时也，命也。紫嫣，这是麒麟的命，忤逆不得。紫嫣，听阿娘的话，上去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阿娘不能把你的神力还给你。这三界才过了几天安生日子，经不起战乱了。紫嫣，清渊是人善之君，他此番不过是一时糊涂，会好起来的。我又惊又怒地看着阿娘，还想再说些什么，一股更强大的术法生生把我逐出了婆娑河。我坐在河边呆愣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挖个坑，把大胖的尸体埋了进去，又编了个彼岸花环套在了大胖的墓碑上。再过10日就是大胖的生辰了。几天前，大胖红着脸跟我说，今年的生辰礼物能不能给他找个媳妇。我当时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大胖扭着屁股又说了一遍。我一巴掌拍到了他圆滚滚的头上。你还是个孩子，要什么媳妇？大胖不服气地看着我，可是这几天来的人
都说他们10几岁就娶媳妇了，我都1000岁了。我揪着大胖的耳朵，他们是人你懂吗？10几岁就成年了。你是麒麟，麒麟莫说1000岁了，3000岁也是个孩子。然后我又哄着他说，等他3000岁的时候，一定给他找个顶漂亮的媳妇。大胖这才不生气了。可是啊，大胖终究没等到他的媳妇和。我拍了拍手上的土，仰头看向33重天。大胖，阿娘不肯把我的神力还给我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还是要去给你讨个公道。如果公道不在，我便陪你一起陨落。我到33重天后，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清渊的寝宫。他看到我，先是一愣，随后面上有些不悦，婆娑遗孤，你擅闯地宫，可知是何等滔天大罪？我摇摇头，不知道，我也不在乎。我向前一步，问他为什么要杀大胖。清渊皱了皱眉，像是在思考大胖是谁。我补充了一句，便是你日前所杀的麒麟。清渊面上闪过一丝厌恶，那个畜生不识好歹。思辰看上他那块地，是他莫大的福气。他非但不感恩戴德，竟还龇牙咧嘴的，吓到了思辰。当真讨厌的紧，是他该死。我冷笑地看着他，这个世界当真荒唐，被人夺了栖身之所，非但不得生气，反而要感恩戴德，这是哪门子规矩？放肆！清渊眉心跳了跳，随后一道强大的术法向我袭来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我跪在地上，咳出了好几口血才罢休。清渊看着我，这个世界上的规矩皆是强者所定，你这种蝼蚁怎配质疑本尊？况且清渊仰起头，这3界安定全仰仗本尊，本尊庇护3界1000年，要一块地脉，有何不可？这3界一草一木本来皆为本尊所救，何该都是本尊的？我摇摇头，不对，这3界是这世间每一个生灵的。婆娑族以身镇婆娑，麒麟族用心血抵御业火，还有龙族、凤族，数不尽的生灵。现今的3界是他们用血肉换来的，这3界不是你一个人的。我似是彻底惹怒了清渊，他眼里闪过杀意，抬起手，逆天的神力生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似乎听到了我骨骼尽碎的声音。就在我以为我要死在这里的时候，身上的压迫感骤然停了。是天启。清渊不满地看着天启，天启对着他摇摇头，不可在9重天上杀他。清渊眯着眼睛，便是在9重天上让他神形俱灭，又当如何？天启不赞同地看着清渊，他好歹是婆娑遗孤，有点子身份在的。你是天地共主，杀他也无可厚非，但是你好歹为思辰想一想，此事皆因思辰而起，杀了他，于思辰名声有碍。清渊这才冷哼一声，收了手。此时，一个白衫女子蹦蹦跳跳地走了进来，清渊立马变得满目温柔，想来就是传说中的思辰。思辰举起手腕，师傅，我的手串坏了。手串上镶嵌着2个硕大的红珠子，我一眼便认出那是大胖的眼睛。我恨得咬牙切齿，运起周身灵力想向思辰袭去。清渊察觉到了，一个挥手，我便躺在地上，筋脉尽断，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。思辰似是被吓到了，整个人缩在清渊怀里。师傅，他好凶啊！师傅常常说我于世间有大恩，竟然有人想杀我，他真的太坏了。师傅，杀了他好不好？缘起在清渊开口之前，费了我周身的灵力。他把我扔下33重天之前，盯着我看了好久，随后又自嘲一笑。罢了，你这么弱，不可能是他，他是思辰无疑。我知道你埋怨天道不公，但是你且记住，思辰于3界有大恩，今时今日他作何都是万物生灵欠他的，你莫要再心生怨怼。我闭着眼睛，懒得理他。我被扔到婆娑界以后，修为毁了个七七八八，满头白发，手脚筋脉也断了，动弹不得。我躺在地上想，就这样死了也挺好的，毕竟也跟大胖死在一起了不是？反正报不了仇，
活着不如死了，但是偏生有人不让我死。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2个孩子，把我抬回了婆娑小屋，一口水一口饭地喂着我。我瞪了他们一眼，我可是老巫婆，你们离我太近，我会吃了你们的。那2个人慌张对视一眼，随后笃定地说：你才不会呢。大胖哥哥说了，你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，只是嘴上不饶人罢了。哦，原来是大胖的熟人，听他们说叫什么壮壮、丫丫，什么破名字，真难听。我硬生生地被壮壮和丫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等能走路的时候，我去看了看大胖，我把一把小麦放在了他墓前，嘴里照旧叼着根狗尾巴草。大胖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，把我的彼岸花全拔了。我想编个花环来看你，都寻不到。这些小麦你凑合着吧，黄不拉几的，也挺，也没那么丑。不过没关系，好歹是你昔日亲手种的，被业火焚了大半，就剩一小块了。我拔的时候，壮壮跟丫丫瞪了我半天，说我浪费粮食。壮壮跟丫丫你知道吧？就是你收留的那2个小家伙，他们前些日子又救了我。大胖啊，你说想死怎么就那么难？日薄西山，我才一瘸一拐的回去。壮壮跟丫丫看到我，眼睛一亮，然后扑到我怀里哇哇大哭。你怎么出去这么久？我们还以为你又去寻死了，吓死我们了。是了，刚被他们捡回来的时候，我万念俱灰，天天想着寻死。我拍着他们的背，好了，别哭了，不寻死了，再也不寻死了。你发誓？我发誓。拉钩。好，拉钩。等身上再有些力气，我又拖着残破的身子去了趟婆娑河。阿娘看到我，眼睛立马红了。紫嫣，你怎么？我摸着苍白的头发。阿娘，意外吗？您不应该意外的，这就是您说的人善之君的清渊帝尊做的。阿娘满脸的不可置信。我摸着皱巴巴的皮肤，接着开口：阿娘，你错了，他根本不是什么人善之君，他将3界视作他的所有物，予取予求。这个3界早就已经千疮百孔，民不聊生了。至此，您还要为他说话吗？阿娘脸上划过一丝迟疑，随后坚定地说：你胡说，清渊不是那样的人，便是真的，他也不过是一时糊涂，会好的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紫嫣，你莫要到处胡言，败坏了他的名声。为这3界太平，我亦不可能把你神力于你。我扑哧一声笑出了声。阿娘的反应，我并不意外。阿娘，我早知如此。我此番来，不是为了跟你要神力，我只是想求个明白。您话里话外一直护着清渊，真是为了这天下苍生吗？阿娘脸上有一瞬间的慌乱，随后坚定地说：自然是为了天下苍生。我盘膝坐在阿娘对面。阿娘，我最近手脚断了，不能到处走动，瘫在床上的日子里，想起了很多事情。我记得您跟老天尊是故交吧？我小时候，您从未正眼看过我夫君一眼，却赞老天尊是天上月。我每说一个字，我阿娘的脸色就难看1分。我心下了然，看来猜得七七八八了。阿娘，我抬头，想来婆娑族也是为他人做了嫁衣吧？族人以深圳婆娑，虽是为了3界苍生，但更多的是为老帝尊的幼子清渊继帝尊位做铺垫吧。我语毕，阿娘迟迟未说话，只是在我转身时，凄厉地唤我：紫嫣，清渊便不可能如你说的那般不堪。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他的儿子断不可能如此。紫嫣，莫要再居功自傲，惹他烦心了。我摇着头，没救了。我本想着日子先这般过下去，等壮壮跟丫丫长大，有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后，我再下去陪大胖。可惜我终是没等到他2人长大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3界的苦难仍在继续。滔天的业火再次降临婆娑，丫丫扑在我身上，被烧成了焦炭。清渊温柔地抚着思沉的脸颊，你想要什么，本君都会倾3界之力给你。
本君就是要让三界所有人都知道你在本君心上。思辰开怀地看着他，端着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。清渊又派人抽干了婆娑河的河水，随着河水一寸一寸干涸，我感觉体内有什么压抑的东西好像正在觉醒，白发瞬间转成黑发，枯裂的皮肤也变得白皙光滑。我低声地笑着，笑得满脸都是泪。真好啊，我本来以为此生再无报仇的可能，可是没想到清渊亲手把杀他的刀递到了我手里。婆娑河彻底干涸的时候，被压制的神力也尽数回到了我体内，爬遍了我的周身。留在婆娑的天兵看到我，满目惊恐。我挥了挥衣袖，他们便灰飞烟灭，像从来没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。我看到了阿娘的残影，她摇摇欲坠，随时都有消散的可能。我将一道神力注入她体内，稳住了她的神魂。阿娘祈求地看着我，紫嫣，不要去找清渊，当阿娘求你，他会醒悟的。我答应过他，要护好他儿子。紫嫣，我把食指放在嘴唇上，做了个噤声的动作。阿娘，你猜我为什么要帮你稳住神魂？因为我想让你亲眼看到我颠覆这个三界。阿娘，你在这里好好看着，清渊是如何神形俱灭的。阿燕，不要！身后是我阿娘凄厉的嘶吼，可我没再看他一眼。33重天上歌舞升平，下界白骨森森。我浅笑嫣然地依在大殿的门框上。帝尊，多日不见，可好？清渊看到我，立马变了脸色。婆娑孤女，此前本尊念在婆娑族的面子上，已经饶了你一命，你竟如此不识好歹，又来挑衅，当真以为本尊不敢杀你吗？我直起身子，冷笑一声，你自然是敢的。三界生灵的存亡，仅在你一念欢喜间，你有何不敢的？帝尊！清渊怒视着我，三界有今日，全仰仗本尊，便是你说的那般，又如何？我一步一步地向他走近。我今日本不想再与你争辩的，但是你好生不要脸，不要脸到我很生气。清渊，你好大喜功，做事仅凭一人喜怒，你不配做这天地共主。至于你说的三界有今日，全仰仗你，莫不是那么多种族以身殉天地，也要算到你头上？我活了千万年，从未见过脸皮如此厚实之人。我说的清渊青筋暴起，运起周身的灵力便向我袭来。我轻轻松松地挡了下来。清渊瞳孔猛缩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清渊还欲再向我出手，但是动静太大，引来了缘起、思辰，还有数不尽的神仙。我脸上的笑容放大，看向思辰。哦，对，还有你。我一把掐住他的喉咙，他满脸惊恐地看着我。清渊和缘起想上前来，却被我一个法诀挡在了1丈开外。我从思辰的手腕上撸下他的手串，大胖的眼睛还在上边，熠熠生辉的，必然是大胖活着的时候被剜下来的，不知道得有多疼。他平时最怕疼了，磕破层皮都要哼哼唧唧半天，也不知道当时他得多绝望。我把思辰扔到地上，一个闪身瞬移到他身旁，可不能把他掐死了，就这么死也太便宜他了。我蹲在思辰面前，今天是大胖的生辰，知道大胖是谁吗？就是这对眼珠的主人，也是你前些日子杀的那个麒麟。你说你脾气怎么那么大呢？他不过对你吼了2声，你便生生挖出了他的眼珠子，把他砍得稀巴烂。思辰桀骜地抬起下巴，脸上尽是不屑。那畜生死有余辜，我于世间有大恩，不管我要什么，这个三界都应当双手奉上。可那个畜生不仅不知恩图报，还对我龇牙咧嘴，他死有余辜。我压下心中的怒气。你说你对世间有大恩，天启一说你对世间有大恩，我当真想问问你，这个三界欠了你什么，让你糟蹋成这个样子？思辰满目骄傲地撸起了袖子，胳膊上赫然有一个莲花形的印记，这是莲印。我本是上古神女，天生地养，本与天地一体。2000年前天塌地陷，我以身祭天，
散尽浑身血肉，才支撑起这摇摇欲坠的天地，也保住了这个三界。婆娑孤女，便是你现在神力逆天又如何？你敢杀我吗？若是你敢杀我，便是与整个三界为敌。我盯着莲花印记看了许久，突然笑了。神女爱世人，你说你是神女，也配？思辰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脸上笑容放大，我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吗？然后我再没有一丝犹豫地挖出了思辰的眼珠，他疼得在地上打滚。我看着他，怎么样？被人生挖眼珠的感觉好不好受？还不算完，大胖死的时候身子被砍了个稀巴烂，压压壮壮死的时候被烧成了焦炭。你放心，我必定不会让你这么快的死去，我会吊着你一口气，慢慢折磨你。我打开结界，清渊跟天启目眦欲裂地看着我，恨不得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两个人齐齐向我攻来，到底是三界九霄的两大圣君，没有思辰那么好对付。我见招拆招，跟他们过了不下100余招，他们才堪堪落败。我蹲在清渊身旁，刚才话赶话太过匆忙，倒是未曾谢谢你。清渊一愣，我蹲在他跟前，缓缓开口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没事，反正我时间多的是，慢慢说与你听。我阿娘跟你父君乃是故交，我很小的时候便神力逆天。阿娘一开始很高兴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没那么高兴了，总是一脸忧愁地看着我。直到她跟族人跳婆娑河之前，亲手抽出了我所有的神力。当时她说是怕我生出不该有的妄念，危害三界。我也是傻，这么多年也一直这么以为。不过近来接二连三的变故，加之阿娘的态度，我也品出了别的味道。她哪里是怕我危害三界，她分明是怕我光芒太盛，盖过你去，威胁你的统御。毕竟在我阿娘眼里，整个三界都不及你，或者说不及你父君重要。清渊脸上的表情由怒到惊。我接着说下去，本来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也行，我本也无心当什么三界最强者，可你偏偏搞得这个三界千疮百孔，民不聊生，还杀了我的大胖。提到大胖，我变了脸色，但是哪怕到了此等地步，我阿娘仍不肯把我神力还给我，说你只是一时糊涂，是顶好的帝尊，仍然一门心思地维护着你。你不妨猜一猜，我是怎么冲破封印，拿到神力的？清渊的脸色由灰变白，最后像是想明白了什么似的，颓然地跌坐在了地上。我看着他的表情，脸上的笑意越发的大。想明白了，若不是你抽干了婆娑河水，强行破了封印，我此番还真拿你没办法。天启在一旁摇了摇头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事已至此，你想杀便杀吧，杀了我等三人以后，还请善待三界众生。我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，哈哈大笑。天启，你可真虚伪。思辰将天地间所有的光据为己有的时候，你不记得三界众生；乱降业火的时候，你也不记得三界众生。到现在，你反倒将三界众生挂到了嘴上，当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思辰的嘴张了又合，合了又张，最后吐出来一句，这是三界众生欠他的。又是这句话，我打断他的筋骨，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，三界众生不欠任何人的。我边说边撸起了袖子，上边赫然是个莲花印记。杀人容易，攻心至上。天启看着我的胳膊，生生地呕出了一口鲜血。你怎么？我冷眼看着他。古神已身祭天地，心中自是爱天地的。思辰的所作所为，皆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，哪有半点对天地的怜爱之心？这么浅显的道理，你们都不明白，枉为神君。清渊看着我的胳膊，又哭又笑，想往我跟前走，我却一脚踢开他。清渊瞪大眼睛看着我，你怎可如此待我？你可知我这一生皆是为了你，此前做的荒唐事，也不过是错把思辰当成了你。我厌恶地看着他，你本性骄奢嗜杀，别给自己找诸多借口。清渊一步一步向我爬来，我改，
你对我不满的地方，我皆可改，好不好？我不欲再与他多言，直接用业火焚遍了他周身。听着他撕心裂肺的哀嚎，我觉得畅快无比。随即，我又扭头看向天启，我说：“我可以给你个痛快。”天启扯了扯嘴角：“紫嫣，如果当初我没有把思辰错认成你，也没有做这么多荒唐事，你可会心悦我，接纳于我？”我摇摇头：“不会。天启，神应爱世人，而不该天天被男女之情所束缚。莫说重来一世，便是重来百世，我也不会心悦于你。”天启扯了扯嘴角：“早该想到了，但是还是不死心的想问上一嘴。我从内殿中找到了清渊的披风，还是崭新的。自制成之日，清渊未曾穿过一日。我想了许久，都未曾想通。既是不需要，那又为何要用万千生灵的光来汇聚成这件庞物？我将披风碾碎，瞬间红日重新升起，光辉洒向了每一寸土地。我回了婆娑河后，阿娘的神魂淡了不少，她状若癫狂地看着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清渊明明已经知错了，他都说了他会改，你为什么还要杀了他？那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你的心肠怎地生得这般歹毒？我无悲无喜地看着阿娘。阿娘，这世界上的所错处，并非都有挽救的余地的。大错已经铸成，浩劫已至，难道就因为他一句轻描淡写的知错，便可一笔带过吗？阿娘眼里流出了血泪。可他是清渊啊，是他的儿子。我摇摇头，昔日我跟他说不通的道理，今日也说不通。我挥了挥手，阿娘的神魂便消散在我面前。阿娘，我不想再怨你了，只愿来生我们母女莫再相逢。我把大胖的眼睛连同他的身体葬在了一起。婆娑河的彼岸花又开了，我编了个花环套在了大胖头上。大胖，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了。我自出生便几乎未出过婆娑半步，现在我想去人间走一趟。人间百废待兴，我亦有责任去献一份力。你放心，不会太久，不多时我便回来陪你。番外，斗转星移，又是一年麦熟时，我坐在稻草堆里傻笑，两个白嫩的团子走到我跟前，扯了扯我的衣角，亮晶晶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姐姐，你在笑什么？我揉揉他们的头，看到这些麦子，姐姐想起了姐姐的弟弟妹妹。当时姐姐拔了一捆麦子，他们两个瞪了姐姐半天，说姐姐浪费粮食，凶巴巴的。两个团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不约而同地问：那姐姐的弟弟们呢？我看着他们，脸上的笑越发的明显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麦香扑鼻，真是人间好时节啊！过了不知多久，待到枉死的人得以往生，待到人间重新秩序有常，我又回了婆娑。垂眸间，我看到婆娑开着大片大片的彼岸花，大胖正在花里边追蝴蝶。一如初见，大胖还是个蛋的时候，耳边经常能听到人絮絮叨叨的：你怎么还不出声？阿娘说你会陪我，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陪我？没事的时候，那人还会敲敲他的蛋壳，烦死了。大胖被吵得不耐其烦，最终提前破壳。天天跟他说话的人是个好漂亮好漂亮的姐姐。姐姐看到他，满脸的欣喜，不仅会给他做饭，会给他擦口水，还会带着他去婆娑河散步。大胖过得可开心可开心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婆娑降下了滔天的业火，大胖用他的身子苦苦撑着，他让人群躲到他身子底下，但是大胖没用，业火还是透过他的身子烤焦了一个又一个人的。大胖急得直哭，最后那伙人说他哭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，好漂亮，生生挖出了他的眼睛，好疼啊！但是大胖不怕疼，但是他死了，他身后的这些人该怎么办啊？还有姐姐，姐姐回来见到他死了，一定会很伤心。姐姐，大胖还想再见姐姐一面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
喜欢就订阅吧。